两会结束了啊，但是围绕两会，我可能还会再做几期节目，因为在我看来啊，从去年的20大到今年的两会啊，应该说是决定中国未来10年到15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所以啊，从20大到今年两会啊，它的人事安排、制度设计，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口号和目标啊，都值得我们拿出来足够的时间进行分析和观察啊。但是呢，我也不会天天做啊，因为毕竟还有其他的社会话题，也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新闻啊。但是我会陆续把我对两会背后的我理解的这个中国政经最重要的一些变化，把它做成节目，然后最后我把它统一会放到一个播放列表里，就是王局的两会政经观察，也方便大家统一的去看啊，看这一个系列的节目。那今天我来讲一个什么话题呢？我来讲中国式现代化。大家如果细心一点的话，去留心这次两会啊，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了这次两会过程中间最核心的关键词。秦刚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啊，第一个提问的是埃及的记者，提问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细节令人意味深长？首先是秦刚是一个外交部长，他为什么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呢？而埃及的记者为什么上来要提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呢？那在我看来，埃及记者的这个提问显而易见是事先安排好的。的确如你所说，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一个热词。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整体迈入现代化，这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秦刚之所以要第一个问题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有2层含义。第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了中国现在指导各个领域内工作的核心理念，就以这次两会为标志。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也会成为未来10年中国外交价值观输出的最核心的理念。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以重要的启示。我想至少有这么5个方面。过去啊，中国在外交过程中间几乎是没有价值观输出的。我们过去节目里头也讲过，因为只有利益嘛，没有价值观输出。但是不一样了，这一次啊，以中国两会为契机，中国今后像秦刚外长讲的，要按下外交的加速键，其中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价值观理论的加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那你可见之重要啊。那李强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要吃改革的饭，走开放的路，那是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那习近平从去年的20大到今年的两会啊，他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了。这中国式现代化最早是2021年提出来的，经过2年的理论丰富和发展，到去年的20大，再到这次的两会，应该说已经彻底变成了统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的这么一个纲领性文件。去年的20大结束之后啊，习近平还把中共中央的新进的中央委员，也包括全体的候补委员，再加上各省的党委书记和省长叫到了北京，共同来学习中国式现代化。这次会议呢，李强也参加了。那你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模式的这个重视程度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到底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它的核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有可能成功吗？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啊，改革开放到现在啊，经历了4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包括现在的习近平啊。那么在理论贡献上来讲，应该说以往贡献最大的是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当时搞改革开放的时候，老毛时期那一大二公啊，对每个人的思想影响非常大。邓小平创造性的创造了一个词汇，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说白了，就是在中国要搞资本主义，但是呢，又不能这么讲，
过去的那个意识形态跟现在的道路选择之间有冲突怎么办呢？我就通通都管它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如说过去要消灭资本家，现在要把资本家请回来，那这就是特色的社会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嘛。反正只要是解释不通的，就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期间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它的目标提的其实啊也并不算特别长远，他提了一个50年的目标，就到20世纪的中叶，中国要建设成具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这么一个经济目标，就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嘛，要提出来的小康社会嘛。到后来的江泽民最大的理论贡献是3个代表，大家都知道，把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到胡锦涛时代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但是习在第一个10年中间其实是没有太大的理论贡献的，基本就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一次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说在我看来是比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邓当年提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就是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小康社会。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目标到今天已经算是基本结束了，因为现在人均 GDP 已经到了1万多美金嘛。虽然这个国家里的发展不平衡啊，但总体而言，小平当年提出来的那个小康社会大致算是已经实现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其实面临着在这个基础上要寻找一个新的目标。习在过去的时候提出来的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概念，对应成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是什么呢？实际上过去是不知道，但是习这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重要的道路选择。也就是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得要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反过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的这么一个方向和选择。这是应该说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背景啊。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呢？这个共产党自己有一套解释体系，那么我们要从它的解释体系之外呢，寻找出真正的含义。那么习他们一般定义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一共有9个方面，是吧？什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什么共同富裕，人民至上等等吧，什么环境啊之间什么之类的和谐发展啊，什么的之类的，一共9个方面。这个秦刚实际上他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提了5个方面，他当然针对的主要是外交领域内的，同样的也是讲的这几个方面大致差不多，独立自主，人民至上，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团结奋斗。这是我猜，就是他是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在外交领域内的原则已经把它总结成型了，就是这5个原则，新时期的中国外交的5个原则，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内容啊。那么在我看来，其实中国式现代化大致概括起来就是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领域内要坚持独裁或者是威权统治。他说坚持党的领导，那意思就是说在政治领域内是不能跟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分享权力的。这一点是最核心的，因为习在多次讲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也在讲，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所以中国式现代化里头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党的领导。那党的领导是什么？就是独裁嘛，就是威权嘛，这显而易见。所以中国式现代化里在政治领域内，其实它坚持的是独裁，是共产党式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威权体系。这一点呢，是中国式现代化里头首先的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在经济领域内，它其实坚持的是市场经济。我原先曾经在节目里头讲过，中国这套体系啊，它跟苏联不一样。苏联它是威权的政治体系加计划经济，但中国走出来一条道路，就是威权的政治体系加上市场经济。这市场经济嫁接威权这个政治统治啊，形成了中国这种特有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啊。
而且至少从过去的40年来看，它还是蛮成功的。我昨天的节目里头也讲过，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怪兽，甚至你可以把它命名为这个叫盈利性组织，因为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政府组织都是非盈利的，因为老百姓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这么一个组织嘛，它给大家提供公共服务嘛。所以其实经济发展目标并不是政府工作中间最重要的内容，但是中国政府不一样，中国政府是个盈利性组织，所以 GDP 经济发展成为了政府发展过程中间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很多人很难想象，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为资本家服务到这种程度。就像我说的，特斯拉在上海建厂，是吧？1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从开工到第一辆车开始下线。我前2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过，当年三星在天津设厂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求2个月之内必须要把这个厂子从从开工到这个产品下线。后来天津市政府啊，就用了56天的时间实现了这个三星的这个目标，提前4天完成的。那你想想，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再看一下那富士康，富士康当时在郑州设厂，郑州市政府给他免费提供土地，免费建厂房，免费帮他去招工，甚至可以帮他培训工人，就是为了让富士康到郑州去设厂。全世界在我看来，能够给资本家提供这么好服务的，确实没有第2家。就是说，经济怪兽是一个盈利性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威权体系啊，它其实不但不排斥市场经济啊，很大程度上它还全面拥抱了市场经济。虽然很多人都在说啊，因为威权体系啊跟市场经济的原则啊，有的时候会发生冲突。因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呢是产权保护。那么独裁体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对所有的法律和秩序啊，它其实啊，它都不是那种所谓的牢不可破的。当他觉得你这些资本家顺眼的时候，他就让你们干；当他不顺眼的时候，他就可能公私合营嘛，是吧？所以马云他们才跑了嘛。所以在过去的3年里头，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心生忧虑嘛。所以很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又开始产生怀疑嘛。苹果就开始把产业线逐渐的向印度转移嘛。这一点呢，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啊，就是你得承认，它这个体制中间是存在一些中间状态的。就是他对产权呢，他没有100%的那种绝对的法律保障下的尊重，但是他可能会达到80%，达到9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可以蓬勃发展起来。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我看来就是如此。也就是说，它也并不是完全是靠法治来保护彻底的产权的。当然，你可以看一下，有些国家虽然说它实行的是法治，但是虽然它的产权制度保持的也比较完整，但是它经济也没发展起来呀。那是因为它缺少一个中国这样的极尽推动市场发展的政府，而这个因素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它作为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啊，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比如我说的产权保护制度啊，由于政府在一个企业资本家在这儿设厂过程中间所创造的那么多制度红利，所以它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啊作为一个独裁国家中间法治不完善的缺点。这是第2个特点。第3个特点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它是一个集体为本位的，而不是个人为本位的。那这种情况下，使得这个社会中间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当他真的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危机的时候啊，他可以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迅速的转型。比如说就是这次疫情，是吧？他封闭了3年，最后当他决定要转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政策这么仓促的转型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导致了那么多人死亡嘛，医院挤兑嘛，医疗机构不够用嘛。那么现在不是大家国外比较一致的核算，是在过去的那2个月的时间啊，中国开放的2个月的时间内，大概死了150万人。但是他就是以150万人的为代价，在2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了中国的疫情问题，使得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但至于死的这150万，他不在乎。这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啊的残酷之处。所以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讲，
在中国这个社会啊，如果你生活的过程中间没出事儿，挺好，那经济也发展呐，社会也安定啊。但如果你要是哪天出事儿，你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什么？就是当你会成为将被选定为被牺牲的那一份子的时候，那残酷无情，这就是集体为本位社会中间的特点。因为它这个社会制度并不保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啊，它这个第三个以集体为本位的时候，在很多社会决策过程中间，它的确成本比较低，转向比较快。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我的理解最重要的3大特点。那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它有可能成功吗？它有可能被复制吗？它有可能会被推广吗？首先，在我看来啊，在中国过去的40年的改革开放的这个进程来看，仅从经济领域来讲，那应该说它算是成功了。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穷二白嘛，那人均 GDP 只有几百美金，那穷的每天的绝对收入低于1块钱人民币。我还至今还记得，当年我们做那个所谓扶贫的节目，兰州市离兰州市20公里的地方，那穷到什么程度？那就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条裤子，就穷的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那种现状，那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的真实写照，就是绝对的贫困。但是现如今，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到了1万多美金，是吧？这14亿人中间肯定有很大的不平衡，但不管怎么说，它跟当年的绝对贫困相比，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所以他才有底气啊，说他是道路自信还是这个制度自信嘛？他这个自信不是装的，他是真的认为他现在这个道路选择本身是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就是说，在中国过去的40年，至少在经济领域内，我觉得是成功的。那么它有推广价值吗？或者说，除了经济领域内以外，那怎么办呢？那么它现在这种威权统治，它虽然是以牺牲大多数人权为代价，以牺牲其他的人政治参与为代价，但它呢确实实行了稳定的统治。这种统治本身呢，对一般的老百姓，他对政治权利无感的这批人呢，他觉得还不错。所以在中国，其实很多人对共产党的统治并没有那么讨厌，只是说这个权利本身不能分享而已。所以如果你要在政治上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在权力上没有特别敏感，所以这个社会制度还挺好接受的。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嘛。那它有可能被推广吗？我觉得还真不好说。为什么这么讲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里头，他们在这个论述中间有一个理念，叫做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为什么要让埃及的记者提问？其实在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要回顾一下这个西方式的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啊。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社会上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是以英美为体系的这些国家，美国、英国、欧洲啊、西欧啊，亚洲主要是日本、韩国和台湾。除此之外，全球各个国家呢就不多了。那么这些国家当时发展起来是因为2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呢，就是在政治上逐渐的走向了以民主和宪政这么一条体系。从英国的大宪章，从更早的古希腊公民社会种种这个文化上一脉相承，到近代的启蒙运动，是吧？理性运动这样的体系啊，直到美国，是吧？建国之后五月花号，是吧？建立了那个一个现如今的美国，完全是设计出来的这一个民主国家。在经济上是走的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什么？分散决策、自由交易嘛，最终共同造就了今天英美国家的制度文明，也包括现在的经济文明。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就是除了欧洲这些国家，也包括英国和美国以外，这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并没有走进现代化道路。事实上，有些国家想学西方国家也没成，比如掉进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比如拉美这些国家呀、非洲这些国家、东南亚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非常贫困。那么今天中国就在给这些国家提供了一套叙述的故事。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到了吗？你们学西方学成了吗？没学成吧？你们学了100年也没学成，对不对？可见西方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的道路，你学不成，
你有的你就是学，你也学不成西方那样。这里头我觉得有2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本身啊，是不是普世的？你就比如说美国来讲吧，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均占有的资源啊，是那些不发达国家的几10倍。那也就是说，经常有人会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达到美国的今天的发达水平程度的时候，那资源足不足以支持现在全世界70、80亿人口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经常有人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美国跟这些不发达的国家，他们是一种零和游戏还是共赢的游戏？如果要是说一种制度选择是让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变成美国，那就说明这个道路本身是普世的嘛。如果只有美国、英国、欧洲这些国家可以走到今天的发达国家那种位置的话，那这就是零和游戏嘛，是吧？这是另外一个争论的话题，咱们回头再讲啊。但中国今天其实是在向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头在讲另外一套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说，你学美国、学英国已经学了100年了，你们也没成功，对不对？因为美国告诉你们，如果你要想成功，你在制度上你得民主化，经济上你得这么搞，文化上你也得听我的，才有可能成功。但是我告诉你，不一定，不一定。首先，政治上你不需要搞民主，你还可以继续搞独裁，你还可以搞威权体系，你同样可以搞成现代化国家。这个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你看我就成功了，我就是老大，你跟我学。我给大家讲一讲，北京大学现在有一个学院叫南南学院，这南南学院的院长是谁呢？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当年抱着篮球从台湾啊，从金门岛游到大陆的那个林毅夫啊连长。后来中共呢就把他送到美国去读经济学，在国内之后他非常受重视啊，还做了这个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他回到北京大学之后呢，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南南学院。这个南南学院呢，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是推广中国式道路，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体系。他招的这批人呢，多数都是来自于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啊，和政府官员呢。有些政府官员的级别还挺高啊，比如都是部长级的，回去可能就是当财政部长，或者说是外交部长或者经济部长，有的甚至回去还做了首相。那么为什么要在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南南学院呢？在我看来，其实以林毅夫为代表的这些所谓新兴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是要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头推广中国式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这除了政治上你不用搞民主化以外，经济上啊，你看就是威权体系加市场经济嘛。文化上还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搞那个普世价值，所以中国强调什么？是共融嘛，多样性嘛。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你只要是实行我说的这一套所谓的市场经济加威权体系，就能成功。我想讲的是，你说这样一套叙述体系啊，对那不发达国家啊有没有吸引力？平心而论，我自己来从作为一个第三者观察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的确是过去搞了几十年，没搞成西方那样的发达国家嘛。他们除此之外又不知道怎么搞嘛。而中国现在似乎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当然了，中国的成功到底是不是那个最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决定的啊？我们这个可以讨论啊，是不是威权加上市场经济就可以？但是中国现在把它总结成了这样的样本进行推广。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在未来它究竟有没有可能成功呢？取决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还有没有可能持续保持增长。因为你40年的增长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说已经足够长了。毕竟从绝对的贫困到现在消灭了绝对的贫困，已经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道路选择的话，你必须有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证明它有足够的可持续性。所以啊，未来比如说10年、20年、30年、50年，这条道路如果一直能走下去，保持持续的经济繁荣，那么这条道路就真的有可能成为国际上跟美国、跟西方国家竞争的一个道路样板。但假如说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10年之后、20年之后垮了，
那么中国过去的40年的成功，只能证明它在阶段性的时间内、有限的时间内，它可以用这种方式摆脱贫困。那么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说服力的。那未来它经济发展究竟能不能取得我说的那个持续的增长呢？那我现在真的我说不上来。那么只能让时间去告诉大家了。我们呢，就像我昨天说的，拭目以待吧。好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